伸腿。那个，我能走了吧？你八字，这走路姿势十有八九了。バレた。你是倭寇。やはりお前たちは随分と狡猾だ。こんなに長い間ほぐんでいたのに、今日こんな小さな行くぞに見抜かれたとは。じゃあ今日は勘弁させてくれないわ。お前は死ね今日は人道一同行きの実力を見せつけようぞ！老子最恨的就是倭寇。哎呀，陈然兄弟啊，不愧是敢主动请冤去镇摩斯的男人。这倭寇潜伏在咱们大魏多年，一直没找到证据，没想到被你几句话就识破了。属下也是接谨记李校为令教导，保家卫国，倭寇必除。这话说的没毛病。对了，明天就要出发去镇摩斯了，万事多加小心。那属下先告退了。去吧，去吧。这辈子你是别想出这天牢了。我叫陈然，虽然只是个不起眼的狱卒，却得到了筒子的帮助。只要我在天牢任职1天，就能获得1年的修为，并且还能通过参与改变犯人的因果获得功法。现如今我已经有了99年的修为，明天一早，我可就是个拥有100年功力的怪物了。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哦！获得1年功力，突破100年大关。这次前往镇摩斯，我得把修为隐藏在8品，不然以我现在的实力，肯定会被所有人关注。现在差不多了，一般人应该看不出我的真实实力。镇摩斯，我来了！这就是镇摩斯的领队吗？光看面目就感觉好嚣张的样子。就这些歪瓜裂枣，天牢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废话少说，跟我走。第一关是修为，镇摩斯不养废物，连9品都达不到的，趁早滚蛋！滚！都给我滚！天牢的人都是废物吗？怎么连第一关都没有人能过？下一个轮到谁了？赶紧的，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回大人，到我了。第2关是胆量，这里是天牢深层，关押都是些穷凶极恶的妖魔邪宗。你们的任务就是进去走一圈，活着出来。提醒你们一句，里面很危险，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我退出！都到这一步了，总不能白来吧？听说只要能在里头撑过半个时辰，出来就能进镇摩斯内勤，
虽说还是干杂活，可那也是镇摩司的饭碗。杂活怎么了？在天牢熬一辈子，也未必能熬出头。进了镇摩司，若是运气好，得上头看重，学个一招办事，往后路就宽了。路宽不宽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下面不像人待的地方。这些人走到这一步，图的无非是银子和机会。想往上爬本就没什么不好，人活着本就是为了给自己争一条更宽的路罢了。考核开始，半个时辰后，能自己走出来的留下，走不出来的那就不用出来了。千万别散，人多些，好歹壮胆儿。人呢？刚才不是在后头？你别吓我呀！如今只剩自己，倒省事。原来真管着妖物。犯人黑面鬼蛛，种族妖，修为6品后期，状态重伤囚禁，罪责吞食活人73颗，血祭村寨2处。果然，妖物也算。镇狱天书不管是人是妖，指认是不是犯人，连天赋神通都能薅出来，这往后可有意思了。你有点凶了。乖，过段时间再来看你。第一次参犯人因果，收获不小。这点胆子也敢来报名？还剩一个。大人，要不要派人进去看看？是你？见过赵大人。怎么待了这么久？回大人，属下进去后和其他人走散了，后来索性找了个地方先待着，等时辰差不多了再往外走。撞见东西了没有？撞见了。什么反应？还好。你倒是心态好。属下觉得，即使镇摩司的考核，里头关着的东西再凶，也总归有规矩，只要不乱碰、不乱跑，便没什么大事。叫什么名字？陈然。从今日起，你调入镇摩司内勤组，平时负责深层牢区的送食、巡查、看押、协助，钥匙交接、镇文登记，事情不算少。做得好，镇摩司不会亏待你；做不好，就换人。
属下明白。今夜跟内勤的人值第一班，正好数数路，别刚进来就把命丢了。新来的是。我叫刘明宇，内勤组3队的。今夜你跟着我，跟紧点儿。第一次下乙字号，别东张西望，也别乱开口。看好了，这些线是锁灵阵的阵路，墙上那些铜钉是压煞用的，门上的黑符是封门之后防冲撞的。内勤平时干的活其实就那几样：查房、送食、换水等。但听着简单，可你要真把这活当成普通狱卒差事，那你离死也就不远了。丁字号关的是普通犯人，乙字号关的多半都不是省油的活，有的是名气大的江湖高手，有的是修了邪门法子的妖人，还有几个干脆就不是人，修为被封不代表就废了，有的一张嘴能害人，有的一抬头能乱人心神，还有些东西哪怕被锁死了，你站近一点也够你难受半天。内勤每年死多少人？真想听。想。那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按规矩做事，新人活过1个月不难，活过3个月也不算奇怪。你今天先跟我数一遍路，眼下还轮不到咱们单独看整层，我们组先负责东角那一排，就4间牢房，活不算多，正适合新人练手。红铃是晋升，黑铃是封门，白铃是紧急报马。以后真出事了，先拉铃，再退。先记住这个。他进来才半个月，名气不小，手段也阴，靠的是一门阴功，折过2个狱卒，不是假话。又来了个新面孔，刘对头，这回挑的人倒顺眼。这位小兄弟既然新来，不如进来坐坐。我你反应倒快。刘哥不是说了吗？能封门就先封门，不要听他讲完。不错。犯人缺无花，身份魔音门真传，凶牛中期，状态囚禁，罪孽可参与。魔音秘术这东西有点意思，反正他跑不了，往后有的是机会薅出来。缺无花还算好应付，前头那个才真麻烦。看见没？这就是1字19。这人以前在江湖上也算个人物，练的是横练路数，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妖血，硬往自己身上灌，结果肉身是更强了，脑子也跟着坏了。平时不一定认人，真疯起来，谁靠近谁死。
犯人牛红，身份江湖散修，修为6品前期，状态疯癫，妖血侵体，锁骨重创，罪孽重伤17人，生死武者3名。当前可探知功法：铁煞断骨功。给我开门，老子还能打！开门！刘哥，咱们以前好，是不是也关妖？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以后这种东西少提。你现在只是东角轮值，别没事往妖魔地段凑。真有？有，病字号分区不少。你现在走的是东角，再往西出过第3道铁门，有一条下行世界，下面接丙妖廊，管的就不是人了。你说的蜘蛛怪多半是黑面鬼蛛，那东西会吐毒，会结网，还吃过活人。平时阵纹压着，看着不动，真要出事，第一个死的肯定是离他最近的人。听明白没有？明白，就是随口一问。随口一问也少问，妖魔地段不是新人该惦记的地方。你现在身份不够，实力也不够，真走错一步，死了都没人替你喊冤。是。你进镇魔司了？昨晚刚过去。真过了？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边不是向来挑的严吗？运气还行。这可不是运气，这叫熬出来了。我早就说你小子沉得住，原来是早有准备啊！对，我也这么看。以前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人，做事稳，话也少，迟早得往上走。来，坐这儿吃。不用，吃完就走。陈然，你怎么坐这儿了？这位置不是……闭嘴！陈兄弟昨晚进椅子号了，现在算镇魔司内勤的人。恭喜陈哥，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咱们这些旧人。陈哥，我刚才嘴快，您别往心里去。没事。陈兄弟，你现在既然进了椅子号，以后怕是要常往深处走了。不过再怎么往里走，白天若没轮值，能歇还是歇。真要练武，也别在城里瞎折腾。周叔对京外熟，周叔年轻时还跟商队出过城，京外哪条路不好走，他门儿清。若是想找个清静点儿、少人去、适合外出的地方，京外哪边合适？那得看你要多清静。若只是避人耳目，城西几十里外就有庄子和废庙。可真要论人少，要我说，还是五岳山。第一，远；第二，山里路杂，外人少。听说山里还藏着老猎道，真出了事，往里一钻，追都不好追。去五岳山踩点，这破镜五品通脉的动静，可不能留在城里。陈哥慢走，慢走。拿这么齐，出远门？白天没差，出城转转。
提着点神，过了踏山口再歇。赵统领，让大家别松懈，等到了京城，替我给他们多10两银子。那就多谢小姐了。停！你们是哪一路？黑风寨倒了，总得有人接这片地盘。老子姓彭，弟兄们赏脸，叫一声彭老大。彭老大！有人递了消息，说苏家大小姐今天进京。赵统领，把人交出来，弟兄们也省点力气。别阵！大小姐别出来！官道上有动静，这地方居然还有人。拦住他们！快退！你们自己都快死了，还护别人？早就听闻苏才女颇具善心，没想到传闻居然是真的。苏买女，书念得多有个屁用！今天有人买你的命，你还顾得上一个过路货？他们的目标是我，你努力朝外跑吧。如果能活下来，劳烦帮我在京城文心堂传个话，就说弟子苏清河恐怕无法继续研究了。你们去护送这人逃吧，不用继续护我了。有意思。苏小姐，这件事还是由你亲自说比较好。嘿，怎么一个路过的泥腿子还想英雄救美？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下辈子投胎别多管闲事。一起上！你们做匪徒的，难道不知道要见人下菜吗？真丑。大侠饶命！下辈子注意点儿。这等实力，至少也是6品以上的高手。多谢阁下出手相救，不知阁下尊姓大名，苏家必有重谢。顺手而已，不用谢。公子请留步，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这是我的随身名牌，公子若在京城遇到麻烦，可凭此牌来苏家找我。行，我记下了。还真是一位奇人，也不知后面能否再遇到了。可惜了，文心堂召集我们在即，没时间结交这位高人。收拾一下，尽快赶路。就这儿吧。
妖怪横行，占山为王，邪教起义，文心堂。这京城真是越来越乱了，也是时候该突破了。红鳞业火，真气通脉，五品通脉境破。这就是五品吗？翻体广尘云掌，算你们跑得快。令牌的样式和苏清河提到的文心堂极其相似，看来不是普通的劫财，这是一场毫无活口的有预谋劫杀。平时难得一见的高手，今天怎么跟大白菜一样往外冒？京城恐怕要出大乱子了。刘山门，该死的林婉！我沈万军竟被那疯女人一路追杀至此。吞了它，我的伤势应该就能恢复了。哼，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吸干了这小子的气血，我的伤势就能恢复大半。等我恢复了实力，定要让那林婉生不如死。就是现在！小子，乖乖成为老子的美食吧！不对，这股气息，快逃！是沈万军，灵神堡通缉的妖人，骨头断了大半。你们觉不觉得那家伙有点邪门？邪门？能邪门到哪儿去？不就是个阶下囚吗？哎，你们听说了吗？那沈万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跟你们说，那动静老大了，砸的那地儿都裂了，跟个天坑似的。天上掉下来的？哎呦我的娘哎！你们是没见着，那沈万宗摔得要跟一滩烂泥似的。听说啊，是被一巴掌拍碎全身经脉，跟扔垃圾似的给扔出来的。我的天，这得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本事啊！哎，沈大人这一世算是到头了。我不甘心，为什么
竟败在他一拳之下。他是怪物。兜兜转转，这小子最后还是落到了我手里，这算什么？缘分。沈万军是吧？你想干什么？嘘，我问你答。你一个江南的通缉犯，不在南方好好躲着，大老远跑到京城来做什么？我来京城是为了那门绝世武功。绝世武功？江湖上最近传疯了，一位顶尖的武道宗师从上古大漠中带出了一本神功残卷。那位宗师不通语文，把残卷交给了京城的文心堂，让他们招揽天下才子翻译补全。本来这事做得很隐秘，可前些日子突然有消息流传出来，说那门神功已经被文心堂的人彻底谱写完成了。现在整个江湖都疯了，无数武林高手、邪魔妖道全都往京城赶，都想抢到那神功。绝世神功，上古大漠，这种烂大街的传闻也就骗骗这些利欲熏心的草莽。真要有那种一步登天的神功，哪位宗师自己不偷偷练了，还会大张旗鼓交给文心堂翻译？林师傅来了，快让！处理完城外那桩命案，连口水都没喝就赶过来，必须撬出那位神秘高手的下落。这小子平时在天牢里滑头得很，没少使唤本姑娘。等他哪天知道他当初嫌弃的那个笨手笨脚的跟班，就是眼前这个六扇门名捕，脸上会是没什么。见过林捕头。开门。是。沈万军，城外废你修为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就被废了全身经脉？他太快了。我只看到一个灰衣背影，是个很年轻的男人，而且他的肉身极其恐怖。我拼尽全力的一击，连他的护体罡气都没打破。他绝对修炼了某种顶尖的横练功法。神秘男人，顶尖横练功法，京城里符合这两个条件的高手屈指可数。怎么又是跟那个人相关的？陈然，属下在。你经常在天牢里工作，见多识广，京城附近有哪个年轻高手符合这些特征？还真是问对人了。林捕头，小人只是个狱卒，哪里懂什么江湖高手？不过，小人以前听牢里的犯人吹嘘过，说城西的铁骨帮还有城外的金刚门都有一门极其厉害的横练功法。听说他们门中的真传弟子都是年纪轻轻就练得刀枪不入，能生死虎豹。铁骨帮、金刚门两个门派确实以横练功法著称，行事霸道。门中弟子也经常在京城附近活动。有道理，这两个门派确实有嫌疑，我会让人去查。这小子虽然贪财怕死，但脑子确实好使，总能提供些意想不到的线索。查吧，去铁骨帮和金刚门慢慢查吧。
最好把京城的水搅得更浑一点，别来烦我。若不是林捕头这几日忙于查张玉龙的线索，让天牢医者先吊着他的命，恐怕这家伙入牢当天就死了。一个6品内息境的魔修，参与度这么高，等他咽气的时候，镇宇天书会给我什么奖励？陈兄弟，这边，在天牢椅子后几乎看不到伤痕，这简直是个奇迹。哟，两位巡防呢？这几日观察下来，这位魔音门真传居然是最老实的。自从上次试探一次后，就再也没有动用过功法，跟普通人一样，在这里静静等待。刘哥，这阙无花怎么看着跟没事人一样？这椅子号的刑具难道对他不管用？陈兄弟，你刚来椅子号，有些事还不清楚。这阙无花快出狱了。出狱？可不是嘛！魔音门那边花了几万两银子，硬生生打通了镇魔司上面的一位大人物。过几天随便找个由头，就能把人捞出去。几万两银子买一条命，怪不得这老小子身上没伤，就连武功都没废，原来是早就打点好了。这天牢号称铜墙铁壁，可说到底也不过是高层们威逼利诱、权钱交易的筹码罢了。行了，别看了，咱们这种小人物，管好自己的1亩3分地就行，上面的事少打听，活得长。公子，走吧。诸位，这段时日，承蒙关照了。我的老天爷，这傻星竟然被放出去了！那老头是谁？连镇魔司的校尉大人刚才都对他客客气气的。谁知道呢？这等邪派高手也能被提走，这京城真是越来越不太平了。权钱交易，这天牢里的规矩，原来从来都是给我们这些小人物看的。吃饭了。狗官，放老子出去！老子可是铁掌帮的堂主，等老子出去了，非把你们这些镇魔司的走狗杀个干净！镇魔司算个什么东西？等神功现世，老子第一个杀回来！听说了吗？文心堂那边好像有大动作，据说那些成员真的翻译出了什么？废话，神功残卷就在他们手里，能没动作吗？我听说连红莲魔教的人都掺和进来了。红莲魔教？他们不是早就被镇魔司打残了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谁知道他们憋着什么坏水？京城的水越来越浑了，红莲魔教都掺和进来了。参与度提升，获得奖励3个月功力。
堂主，已经查清楚了，张玉龙那边已经安排妥当，只要时机一到，就能通过他那条线把消息倒进天牢。圣女的情况如何？回堂主，天牢那边防守严密，我们的人进不去。不过，根据张玉龙那条线打探出的消息，圣女目前还活着，被关押在丁字号最深处，那里只派了一个狱卒负责看管，没有其余人。活着就好。镇摩斯那帮蠢货，以为把圣女关在天牢里就万无一失了，简直可笑！传令下去，让所有人做好准备。等神宫消息安排妥当后，京城大乱之时，就是我们营救圣女之日。是。镇摩斯竟然敢拿圣女做陷阱！这笔账，我们慢慢算。犯人沈万军已死亡，重创关押看守，送终。3年功力，化功大法。这门化功大法非常奇特，核心是将自身真气炼化成一种名为赤血的能量，极具破坏力，能腐蚀对手护体真气，还能在战斗中吸收对方血气反哺自身。但问题是需要吞噬大量生灵的赤肉作为引子。吞噬的赤肉越强，炼化出的赤血就越精纯。怪不得沈万言好好的内姓武者不当，非要去当吸血怪物。但修炼方式太过残暴邪门，一旦在人前展露，绝对会被打上妖魔邪道的招片，遭到全天下的追杀。可惜了。必须吞噬生灵赤肉吗？镇狱天书奖励的功力是世间最纯净、最本源的能量。既然化功大法需要生灵赤肉作为引子来提炼真气，那如果直接用这种纯净无瑕的百年功力强行灌输呢？竟然真的成功了！不需要击杀任何生灵，不需要吞噬赤肉，仅凭镇狱天书奖励的纯净功力，我就能直接跳过这门邪功最残忍的步骤，将其炼组。现在不仅练了魔教的红莲业火经，又练了这邪门的化功大法，自己的功法配置怎么看都比外面的反派还要像邪修。不过这种感觉还不错。看守红莲魔教的圣女可是个烫手山芋，没有人愿意接管。毕竟这圣女但凡出了差错，不管结果如何，红莲魔教肯定会发疯一样报复回去。所以镇摩斯的人也不敢亲自动手，只能丢给我这种小狱卒。虽然被封印了修为，但经过这段时间的恢复，估计已经恢复了不少实力了。这功法倒是比想象中要精准得多。哦，陈大人也懂功法，
这业火精在外人看来不过是狂暴易燃，唯有真正练过的人才知道，那是百炼成钢的劲道。练到深处，真气如丝，业火内敛。业火化丝，这种精细的控制程度，是红莲业火精达到小成境界的标志。可陈然拿到功法才多久？满打满算不过几个月。这种进程速度，即便是在前朝皇族那些顶级天才中，也从未听说过。陈大人，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几个月时间便能小成，这种天赋，待在这阴暗的天牢里当个狱卒，实在是暴殄天物。陈大人，你可知这功法的真正来历？愿闻其详。这是前朝大周皇族才能修炼的秘传，至大周覆灭，这功法变成了禁忌。如今这世上，除了我红莲魔教，再无他处可寻。只要被大魏朝廷发现你练了这门功法，你便是叛党、诛九族的重罪。陈大人，你已经上船了，不如随我入教，到时候这天下大可去得，何必守着这方寸之地？不喜欢这种被威胁的感觉，更不喜欢麻烦。我可是听说红莲魔教被镇魔司镇压得很惨，更何况他们还并不知道你们真正的秘密吧？如果朝廷知道你的身份，恐怕对红莲魔教的态度就不是这般平和了。时间不多了，你确定不再考虑一下？什么味道？不好，有毒！护法，外围暗哨已全部清除。动手！退！杀进去，迎圣女回教！什么情况？楼门怎么破开了？我不知道，好像是上面在打架。门破了，老子终于出来了！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呀！兄弟们，今天老子要好好发泄一下。现在还没有恢复实力，有些麻烦了。在我原本的设想下，这个时间段自己已经挣脱了束缚，却没想到这阵纹居然如此顽固。上方的战斗异常激烈，劲气四射，四招特别强势的气息正在碰撞交手，其中有一股很熟悉的真气气息，独属于红莲业火的气息。红莲魔教动的手，倒是有点超出我的预料。哟，还真让你说对了，咱们这里居然还真关着个美人。大哥说的对，这娘们可极品，死之前能尝尝这滋味，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滚！还挺辣。
镇魔司的人，我当是谁？原来是平时给咱们送饭的那个小狱卒。小子，算你倒霉，老子在里面吃了你几个月的馊饭，今天正好拿你祭天。陈然满打满算才修炼了几个月，就算天赋再高，顶天了也就是个8品。面对这几个穷凶极恶、实打实有着8品巅峰实力的亡命徒，留下来纯粹是送死。你还站着干什么？快走！我只想要平淡的生活，为什么总会有不长眼的人来靠近？你往后退，这里交给我！装腔作势，兄弟们，把他剁成肉泥！找死！什么修为？下一个，谁来？透着骨髓发冷。快跑！他不是人，他绝对不是人！既然都出来了，那就别回去了。你处决了犯人刘二虎，参与度高，奖励半年功力。你处决了犯人赵流通，参与度高，奖励3个月功力。你处决了犯人刘甲然，参与度高，奖励3个月功力。当前功力115年、120年。原本如小溪般流淌的真气，此刻变得更加凝练，隐隐有化成水滴的趋势。肌肉在震颤中变得更加紧实，骨骼深处传来阵阵酥麻感，力量在全方位提升。这种收割方式虽然快，但天牢里的庄稼长得太慢，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没看错，这个每天准时送饭、被戏称为小狱卒的男人，刚才展现出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我最初的预料。7品断骨，不，绝对不止。3个月前，第一次见到陈然时，对方分明只是个气血稍微旺盛点的普通人，顶天了也就是刚入9品的门槛。3个月，从9品跨越到7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一直在隐藏实力。红莲魔教堂主黑九，欺人太甚，是你们镇魔司先动的手。交出圣女，我饶你们不死。做梦！我们3个5品武者，本以为能凭借天牢的阵法拖住对方，可谁能想到红莲魔教这次居然派出裴九这个疯子，而且对方已经踏入了4品凝窍境。更糟糕的是，为了这次行动，魔教竟然动用了极其珍贵的6转隔音阵，方圆100丈之内消息根本传不出去。天牢总部想要支援过来，起码还需要半炷香时间。范兄，不能再拖了，你去把那高对魔女转移字号，只要人在我们手里，裴九就不敢下死手。李兄放心，我这就去。难道魔道的人已经潜进来了？
是谁？是镇魔司的人，而且品级不低。回大人，卑职陈然，镇魔司内勤小队丁字号值守。这些人你杀的？回大人，暴动之后牢门破损，囚犯四散冲出，卑职不敢弃守。丁字号关押着红莲魔女，卑职只能硬着头皮挡住。8品。这些丁字号的囚犯大多是下3品的货色，一个镇魔司的内勤成员趁着混乱收拾几个下3品囚犯，也不是不可能。红莲魔女在哪儿？在最里面那间牢房，大人请。红莲魔女5品巅峰的修为，就算被封印了大半实力，谁知道还留着什么后手？万一她突然暴起，以我现在重伤之躯，未必挡得住。你叫陈然，内勤小队的是哪个百户手底下的人？赵百户。赵文吉那个酒囊饭档的手下，怪不得这么年轻就被丢到丁字号来值守。你去把他带出来。大人，这……本官负伤在身，需要留存真气，以防不测。你是值守的狱卒，看管囚犯本就是你的差事。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位统领大人怕死，怕红莲魔女暴起伤人，所以拿我当挡箭牌。不过无所谓，江梦玲对我没有敌意，至少目前没有。卑职遵命。不是因为范志远本人有多可怕，一个重伤的5品武者，放在以前我根本不会正眼看。但此刻我被封印了修为，身上的阵纹虽然松动，恢复的那点实力连自保都勉强。逃，就算我拼了命挣脱铁链，冲出牢房，也跑不过一个5品武者。你来干什么？上面的命令要把你转移。转移？他们想拿我当人质，威胁教中的人。大概是。那个人的修为不低。走快点！能走吗？放开我！你走不了路，我自己可以。省省吧，后面的路还长。大人，人带出来了。跟我走，天牢底下有一条密道，通往后山。进去。体内的火毒正在加速蔓延，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烧红的铁板上。该死的陪酒，那一掌的火毒竟然这么霸道！还在打，那边的战斗声太近了，贸然暴露行踪，万一引来陪酒或者其他魔教高手，以我现在的状态，一个照面都挡不住。走慢点，别弄出动静。现在我的伤势愈演愈烈，必须立即恢复，否则怕再生变故。
人先放下吧。甬道里满地的花光羽翼，我一直没有忘。丁字号的囚犯虽然是下3品的废物，但10几个人一起冲上来，普通的8品也未必能杀得那么干净利落。这个叫陈然的年轻人，实力恐怕不止表面那么简单。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我接下来打算用红莲魔女做的事，可不是上头交代的转移保护那么简单。我要用这个女人跟魔教谈条件，这笔交易绝对不能有第3个人知道。大人，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适合隐藏。哦，在哪里？那边有一块石碑，碑址以前巡逻时发现的。石碑后面有个洞口，被碎石掩着，里面空间不小，而且还没有人。我现在需要恢复伤势，在天牢周围恢复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能有一个隐蔽无人知晓的洞口，不管是疗伤还是处理尸体，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这位小玉在，我准备到时候给他送你而死，免受痛苦，直接让周围的乱葬岗还能作为墓穴。带路。大人，就是这里。你在外面守着，我进去疗伤，有任何动静立刻通报。卑职遵命。这火毒异常难缠，仅仅只中了1掌，就灼得我体内气血紊乱。大人，我观察着红莲魔女有些异常。异常？任谁从疗当中强势脱离出来，心情都不是很好。发生何事了？大人，在您进入山洞没多久，这红莲魔女就有些异常，似乎想要逃跑。她修为被封，翻不起什么大浪。若这魔女真的挣脱了封印，那麻烦可就大了。她在哪里？大人，跟我来。大人，她就在树后。哼，这一路上对于这个玉嘴，我已经越发不满了。若不是还需要她去探路，恐怕早就一巴掌给拍死了。魔女！怎么可能？范大人，我原本只是想好好待在天牢里，可你非要逼迫我做出决定啊！为什么要逼我呢？
但谁也想不到，平日里威风凛凛的镇摩司统领，最后居然死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狱卒手里。出来吧。从范志远倒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彻底陷入迷茫了。化血大法，这是江湖上一种极其凶厉的邪构，修炼者往往性情大变，嗜杀成狂，寒意几乎要凝结成冰。每一个修炼此功法的武者，无不走火入魔。怎么可能？我之前试图招揽这个男人的举动有多么可笑？一个能轻描淡写击杀五品统领，还能面不改色吞噬尸体的人，怎么可能被我那种小阿西拿捏？五品高手的气血确实充沛，虽然流失了不少，但剩余的精华也抵得上我大半个月的苦修化血大法了。面对此刻的陈然，我连1成的胜算都没有，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看够了吗？你想干什么？范志远死了。我知道，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也看到了，公主殿下，我不喜欢听废话。我们可以合作，只要你放我走，红莲教绝不会亏待你。你要什么功法资源，我都可以给你。你觉得我缺那些东西吗？是啊，一个能将化血大法练到如此地步的怪胎，怎么可能缺功法？那你想怎样？你看到了我的秘密，就必须付出代价。我只给你2条路：第一，我送你去见范大人；第二呢？第二，接受我的禁制，从此听命于我。我身为大周皇族后裔，红莲魔教圣女，生来便高高在上，哪怕身陷囹圄，也从未向任何人低头。可现在，这个男人却要将我收为奴仆，你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吗？我发誓，绝不将今晚的事说出去半个字。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我不相信誓言，我只相信完全是我掌控的人。选吧。选第2条路。这是化血大法的一种特殊控制手段，通过舌尖心头血凝聚血种，凡是中聚了血种的人，生命将完全受使用者掌握。张嘴。这是一种彻底失去防备的感觉，在我的感知下，只要对方一个念头，那隐藏在心脏间的血液就会爆炸，心脉就会被瞬间震断。这禁制平时不会影响你，只要你安分守己，它就不会发作。好高明的敛尸功法，怪不得我之前发现不了。说起来，我身边刚好缺个照料起居的丫鬟，以后这就是你的活了。丫鬟？我堂堂红莲圣女，居然要给一个狱卒当丫鬟！
刚刚动用了秘术，这才以最快的时间强行杀穿了防线，可结果却让我几乎气得吐血，甚至连周围都查了一遍。那个范志远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带着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堂主，不能再找了！镇魔司的援军已经封锁了外围，再不走，兄弟们就全交代在这里了。我筹划了这么久，甚至不惜暴露案子，结果明明打赢了局部战场，却连圣女的影子都没摸到。这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憋屈感，撤！看来昨夜那一场战斗，确实把天牢掀了个底朝天。陈兄弟，你可算回来了，我还当你也折在里头了。我看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后山跑了。城里没人来。来个屁！昨晚城南那边先炸了锅，也不知道谁放出去的风，说粮仓里藏了绝世神功。那帮江湖人一听，眼都红了，满街抢满街砍。镇魔司的人被抽走大半，哪还顾得上咱们天牢？调虎离山，红莲魔教这一手布得很深。丁子浩最惨，值守的几个兄弟死的死，埋的埋。你如果还没升入镇魔司，昨晚也悬。命大罢了。陈然，赵大人要见你。现在，昨夜丁子浩出事，红莲魔女失踪，你是之前看守她的人，他一定会问。赵大人今天火气很重，说话别绕。陈然，卑职在。昨夜丁字号怎么回事？大人，昨晚牢房因为收到余波导致崩塌，很多囚犯都跑出来了。卑职勉强杀了几个后，就准备往后走了。红莲魔女呢？后面来了一位统领大人，恰到好处。谁？他说自己姓范，拿着统领令牌进来就要提反红莲魔女，卑职不敢拦，只敢躲在甬嘴口后头看了一眼。长什么样？身材魁梧，左脸有刀疤，走得很急，衣袍下摆沾着泛红污渍，像是受了伤。往哪边走了？后山密道。你看清了？卑职不敢拿这种事胡说。那人临走前还回头扫了一眼，卑职当时正好看见半张脸。范志远，好得很，吃镇魔司的饭，转头给魔教卖命。你昨夜没追？卑职不敢，那时卑职身上带伤，前头又有囚犯乱窜，真追上去也是送死。还算有脑子。凌乱没死，还记得住人。李校尉，今天把他的转正批下来，以后别再让他窝在丁字号了。是大人。谢大人提拔。下去吧。范大人，你不仅替我背了黑锅，还顺手帮我挣了个前程，多谢。万两银子，这哪是通缉犯，这
就是个会走路的金山，谁要是真把他带回来，下半辈子都能横着走。前提是先活到领赏那天。那倒也是，五品高手换我上去，估计连他一巴掌都挨不住。不过话说回来，范志远倒霉归倒霉，你小子这回是真起来了。昨天还是狱卒，今天就正式穿黑袍。往后见你，我是不是得先喊一声陈爷？刘哥，你要真这么喊，我现在就把牌子摘了。那不成，这可是正经身份。我听说赵大人昨晚点了你的名，以后你要是真往上走，可别装不认识我。咱俩好歹一个锅里吃过饭。记着。你看这画像，还挺像，画的跟真见过人一样。画像再像，人也抓不回来。唉，也是，这种人一跑，天南地北，谁找去？我知道昨夜天牢出事，但没想到会惨烈到这种地步。总算是有个熟人。陈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连外墙都塌了？回林捕头，昨夜天牢暴动，红莲魔教突然袭击，包括牢门被破、囚犯冲卡，以及后来范志远拿着统领令牌强行提走江梦离，如今已被通缉。红莲魔教袭击，他之前就袭杀了校尉，此次天牢袭击，会不会也跟他有关呢？不对，我记得很清楚，那人不仅会红莲魔教的功法，还兼练了一门极其霸道的横练功法。当时对方硬接了我一记杀招，连皮都没破，那股气血无比雄厚。会红莲魔教的功法，又能把横练练到那种地步，符合这种特征的人，整个京城也找不出几个。那个人一定还在京城，甚至昨夜天牢的乱局，说不定也有他的影子。你现在是镇魔司正式成员了，这批人交给你负责接收，按规矩关进牢里。我还有别的案子要查，先走一步。是。姓名：刘三虎。官爷，我就是路过，真没抢东西啊。路过，能路过到人家银铺里去，进去。放在外头，这群人能在街上闹出一阵风浪，吓唬吓唬普通百姓。可放进天牢里，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身份晋升为镇魔司正式成员后，我不再只是个跑腿的杂役。虽然这批人炸不出什么大魁水，但蚊子腿也是肉。张玉龙已死亡，奖励2年功力。张玉龙，这正是之前被那伙神秘人从天牢里劫走的目标。如今人死了，只能说明对方已经从他身上榨干了价值，直接灭口。是那一伙人干的，跟范志远有关系吗？虽然范志远背了黑锅，
但是我可以确定，此人身上也绝对不干净，要不然没有理由想对我动手。就是不知道这范志远到底是哪一派的成员。昨夜我就将他先安排到此隐藏，毕竟明面上红莲魔女现在还是失踪的情况，整个城内都在搜找红莲魔教的成员。站着干什么？过来接东西。你倒使唤的身手，不然白养你。站着看我吃，你能看饱？坐。老爷对侍女都这么宽厚？看心情，今天你还算安分。看看吧，省得你两眼一抹黑。以强势镇压魔教圣女，参与度提高，奖励红莲焰火经5年修炼经验，1年功力。这不是我的身体，是江梦离的记忆。从时间看，前朝此刻还未灭亡，那是前朝皇帝江望。这是江梦流的视角，我只能看。红莲业火，焚尽八荒。世人都以为业火是杀伐之术，是燃命换力的魔道邪功。杀伐只是表象，业火生莲，生生不息，方为大道。原来如此。一收一放，如同莲花开合，原先用一次少一次的爆发式真气，此刻竟然在体内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这才是真正的皇室秘法效果。我之前修炼的顶多算是个基础款，这升级款在原本的基础上让经脉变得更加坚韧，真气愈发凝实。只要这个循环不断，我的续航能力将成倍提升。这位前朝皇帝，我只在画像上见过几次，可此刻仔细打量，竟看不透。以我如今5品的眼力，竟摸不到他的底线。对方体内如同无底深渊，这种级别的强者，最起码上3品，甚至更高。好家伙，这功法还有经济进化。我
身为红莲魔教正牌圣女，比任何人都清楚红莲业火经的底线。此功法虽出自皇室，可入门极难，深处更会反噬自身。可短短半盏茶，他身上的火气竟一波3折，那狂躁凶险的气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深不见底的绵长。你刚才做了什么？吃饭，练功。京城这几日还没彻底太平，六扇门和镇魔司都在满大街抓人。从明天起，你老实待在这间院子里，哪里都不准去。你在软禁我？随你怎么想。你现在把出去，要么被镇魔司扒层皮，要么再次关入天牢。留在这里，对你我都好。把江梦离带出天牢，本就是镇压范围的延续。我倒想看看，把这身份特殊的魔女留在身边，所谓的参与度会不会继续涨？就当随身带个经验宝宝，不用白不用。我很清楚，我现在根本没得选，更何况我现在连修为都未恢复。陈哥，这边请。陈大人，陈大人慢走。正式成员和那帮还在观察期熬日子的普通狱卒，到底是不一样的。你如今这身皮，算是彻底穿稳了。嘿嘿，趁热，老子也得装一装。吃饭了。这2天天牢里倒是出奇的安静。自从那晚闹过之后，犯人们一个个都老实的跟鹌鹑似的。你先去前面盯着点交接，我去里面几间牢房核实一下情况。行，你忙着。囚犯黑灭魔蛛，罪孽身重，吞食活人，吸食精血，状态重伤、封禁、饥饿、天赋、天网。这东西虽然被关着，但妖性还在，而这也是我现阶段唯一能接触到的妖兽了。这种绝佳的低风险实验对象，必须要好好利用起来。我想试试，除了杀人，还能不能用别的方式从天书里榨出点好东西。监牢里的犯人千万，如果只能靠处决来获取奖励，效率太低了。而且很多重犯根本轮不到我一个内勤狱游来处决，必须找到新的刷经验方法。这些妖兽虽然不能口吐人言，但是智力已经不弱于3、4岁小孩了。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应，如同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将我和这头蜘蛛妖连在了一起。有门，天书里的感应比刚才又清晰了一分。参与度不仅仅是送饭、审讯或者处决那一刻动作，
持续的接触、行为上的引导，都能加深这种因果联系。以前我只知道杀犯人报警笔，现在看来，完全可以把犯人当成经验宝宝养起来，慢慢薅羊毛。只要操作得当，一头妖贩能提供的价值绝对远超一次性获取。就像在看一块正在灼炸成长的韭菜地。从人族武者身上，我能薅到功力、武学经验，甚至功法传承。那从妖族身上呢？妖怪最值钱的不是那点驳杂的妖力，而是他们与神出天。他最擅长的是结网、潜伏，以及那种对周围环境极其敏锐的感知。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情报获取能力。天牢里鱼龙混杂，京城更是暗流涌动。如果能有一张无形的网帮我提前感知危险，那我的生存几率将大幅提升。不能急着弄死这头蜘蛛妖，现在就是个宝藏，得留着慢慢刷参与度。等因果羁绊足够深了，再找机会收割，爆出天赋的概率绝对比直接砍死要大得多。那可真是老子当年。陈哥，忙完了，陈哥快来烤烤火。这鬼天气，牢里阴冷的邪乎。刚才去深处转了一圈，那几头妖贩倒是老实。能不老实吗？进了咱们天牢的妖物，就没几个能全虚全齿出去的。陈哥，你刚转正，可能不知道，咱们这牢里的妖贩可不光是关着等死那么简单。哦，还有什么说法？镇魔司那边时不时就会派人下来提走几个妖贩，名义上说是换押或者提审，但实际上，我听上面的人漏过嘴，说是拿去做什么实验。反正被提走的妖贩再也没见回来过。做实验？镇魔司在拿妖族做实验，这倒是个有意思的情报。如果镇魔司会定期提走妖贩，那蜘蛛妖迟早也会轮到。这不仅是他的死局，更是我收割因果的绝佳机会。借镇魔司的刀杀自己的妖，完美。我不需要亲自动手，只要在他被提走前做点手脚，等他死在镇魔司手里，天书的奖励照样会落到我头上，而且还能顺便试探一下镇魔司的底细。提走妖贩的人有什么特征吗？都是生面孔，穿着镇魔司的黑衣，但妖牌跟咱们不一样，而且每次来都是直接去深牢提人，从来不跟咱们废话。那帮人身上总带着一股子药味，闻着就让人不舒服。可不是嘛，上次有个兄弟多看了一眼，被那带头的瞪了一下，回来做了好几天噩梦。我操！言多必失，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信息。镇魔司提走妖妃，这种官方机构的行动绝对不会是心血来潮。提人、押送、交接，这中间必然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也就是说，镇魔司来提妖，很可能是有固定周期的。只要摸清了这个周期，我就能提前布下杀局。或许获得妖族天赋，要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但我暗地里已经将注意力从单纯喂养蜘蛛妖转移到了整个天牢深处的动静上。每一个来深牢提人的镇魔司武者，时间、人数、押送的配置，甚至他们身上的气味，我都一一在脑海中归档。几乎每隔7天，镇魔司就会有专人下来，带走3到5头妖贩。以这种速度，迟早会轮到我们这里关押的妖兽。蜘蛛妖的死期也快了。经过这几天的投喂训练，他对我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我出现，他就知道有吃的。原本的凶烈和警惕已经被进食的渴望压倒。吃吧。
血种藏得极深，平时完全不显山露水，只有在我催动，或者他自身气血剧烈翻腾时，才会像定时炸弹一样从内部爆发，反噬宿主。凝结这枚血种，抽走了我体内相当一部分气血。即便我现在是五品金身，也感到了一丝虚弱。这化血大法确实阴毒，但消耗也大，短时间连续凝练2道血种还是有些勉强。不过这笔买卖划算，血种已经种下，接下来就是静待时机了。丁字号，提人。周队慢走，这边请。周队一行空牌，33人3种押送配置都对得上。进去。又带走一批，这头大蜘蛛我看关了好久了，这回怕是连个渣都剩不下。距离囚车出天牢大约7里，等你们出了城，就是我收网的时候。头儿，这批货色不错，尤其是那头魔蛛，上面应该会满意。哼，少废话，赶紧送到地方。最近京城不太平，别出岔子。怎么回事？他体内的气血失控了！哇！引爆！撤！警戒！有埋伏！见鬼了！如果是遭遇埋伏，我还不至于如此恐惧，但这种毫无征兆、毫无理由的妖物自爆，却让我感到一丝丝不寒而栗。到了。检测到黑面魔蛛已经死亡，正在结算。囚犯：黑面魔蛛，罪孽深重，吞食活人，吸食精血。状态：已死亡，因果结清。参与度高，投喂、观察、引导、击杀，获得妖族天赋，天网初级。猜对了。
只要参与度足够深，不光是人族武者的功法，连瑶族与生俱来的天赋都能被天书硬生生抽出来。虽然这次只爆出了一个天赋，没有附带功力或者经验，但我心里清楚，这玩意儿的价值远超几十年的功力。我本以为这会像蜘蛛妖一样，从嘴里或者手里吐出什么实质性的粘液蛛丝，如果是那样，未免也太恶心了些。这项天赋在经过天书的转化融入我的人族之躯后，发生了奇妙的蛛丝，而是与我的精神力，也就是神魂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些精神丝线轻盈隐秘，如同水银泻地，寻常武者的刚气极难察觉。周围的世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亮了起来。听说了没？外城那边出事儿了，镇魔司早上提走的那批妖贩，半路上炸了。我的亲娘哎！炸了！怎么回事？谁知道呢？听说现场能量碎片崩得满街都是，死了好几个镇魔司的差役，现在上面都疯了，正满城戒严抓人呢。这消息传得够快的。都得死！天网这项能力确实逆天，它就像是在我周围织起了一张无形的情报网，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触碰到这些精神丝线，我就能第一时间察觉。在这个封闭、复杂且处处暗藏杀机的天牢里，这项能力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神器。但缺点也很明显，这玩意儿极度消耗心神。以我目前5品的实力，全力铺开天网，最多覆盖方圆100丈左右，而且不能维持太久。这天赋是可以升级的，只要我愿意投入功力，就能不断强化天网的范围、进度。能用功力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功力，只要继续在天牢里苟着，每天都有进账。天牢里的妖贩现在在我眼里不再是发臭的麻烦，而是一个个行走的技能包。又来新犯人了。这女人自从上次天牢暴动后，似乎办案越发拼命了，隔三差五就往天牢送人。不，那或许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这新来的是个硬茬子啊！为了挖出囚车里这个人，我这几天几乎没合过眼。往炼体路子上查。陈然当初那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打开了京城地下势力错综复杂的锁扣。我顺着正宗梳理了几十个帮派，最后一个名叫铁骨门的3流帮派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查到他们一处隐秘账目，有一笔来历不明的银子，每个月都会准时送入铁骨门后院的枯井里。林大人，这次可是捞到大鱼了！
10几年前就被判定死在极北古寒之地的碎骨手李洛，竟然一直躲在京城，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昨夜要不是您当机立断，提前布下了天罗地网，咱们这几靠人恐怕都不够他一只手捏的。那个叫李洛的老怪物，不仅武功极高，而且肉身强悍的离谱。寻常刀剑砍在他身上，连道白印子都留不下。要不是我提前调动了6扇门的破甲重弩，加上镇魔司特制的迷魂伞，根本拿不下他。只不过，可惜这人与那个神秘人好像没啥关系。不管他是死是活，进了这天牢，就别想再出去。林捕头辛苦了，这大半夜的还劳烦你亲自押送。此人名叫李洛，10几年前在京城犯下数起血案的重犯。此人不仅精通横练之术，背后可能还牵扯到一个庞大的隐秘组织，具体口供还没跨出来。上头有令，先将其关押在乙字号，严加看管。镇魔司6扇门，一群废物！还愣着干什么？押进去！怪物体内的气血好生霸道，虽然他琵琶骨被穿透，一身功力被封印了大半，但那暗青色皮肤下依旧蛰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爆发力，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炼体功法能练出来的。这老怪物到底什么来头？那身皮跟铁打的似的，刚才钩子勾上去，连点血丝都没见。你没听林捕头说吗？10几年前的通缉犯，我听说啊，这李洛以前可不简单。怎么个不简单法？这都是老黄历了。听说他当年可是替皇宫里那位做过脏活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卷走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东西，叛逃了。镇魔司追杀了他整整消息，是死在极北之地了。没想到他竟然一直躲在咱们京城里。替皇宫做过脏活，叛逃。之前丙字号里那个爆出流体金身功的囚犯，也是炼体高手，来历不明，最后莫名其妙的死在了牢里。这李洛的体表特征，那种青色的光泽，还有那股熟悉的霸道气血，这2个人绝对练的是同一种功法。看来，这琉璃金身功背后不仅藏着一个隐秘组织，而且这组织极有可能跟朝廷，甚至跟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洛，你倒是命大，10几年前让你逃了，没想到你还敢回来。上面有交代，只要你交出那件东西，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否则这天牢里的108道刑具够你挨个尝一遍的。赵无极，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来审我？想要那东西，行啊，让你们镇魔司的指挥使亲自来跟我谈。冥顽不灵！我看你的骨头能硬到什么时候？吃饭了。果然是琉璃金身功。这一刻，信息差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赵无极和林婉只知道李洛是个极度危险的重犯，甚至连他当年为什么叛逃，但我已毕竟通过天书直接确认了他的核心底牌，并将他与之前的线索完美的串联了起来。功法同源，朝廷旧案。天牢里恐怕要挖出一条大鱼了。乙字号的风波很快就被天牢里日复一日的阴冷和死寂压了下去。赵无极那天离开后就再也没来过，上面似乎对怎么处理李洛
产生了某种分歧，这反倒让李洛暂时安静了下来。每天只是盘腿就班的当差巡视送饭，除了暗部中观察李洛的体战变化外，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修炼之中。这几天，我每天都把新结算的功力毫不吝啬的全部灌注进红莲业火经里。这部从红莲魔女身上薅来的顶级功法确实霸道，尤其是我之前获得了江梦露5年的修炼经验，距离突破本就只差临门一脚。今天是政变的时候了。红莲业火经大成。收放由心，返璞归真。现在的我，对真气的掌控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果再对上那个镇摩斯玲玲，就算对面是全胜状态，单凭这大成的红莲业火，我就已经不惧对方了。我一个天域狱卒，练的却是红莲魔教的镇教神功，而且火候比他们圣女还要深，这也算是一种奇妙的黑色幽默了。吃饭。小子，几天了，这是李洛第一次主动开口。这几天一直是你负责给我送饭，你这小狱卒倒是沉得住气。别人见到我这副模样，不是吓得发抖，就是想方设法的套我的话去领赏，你却连看都不多看我一眼。我是狱卒，你是犯人。我的任务是保证你别饿死，仅此而已。这老怪物被关了几天，上面没人来审，下面没人来问，这种未知的冷处理反倒让他有些沉不住气了。现在开口，无非是想从我这个送饭的嘴里探探外面的风声，顺便摸摸我的底。狱卒，小子，你到底是谁的人？镇摩斯，还是皇宫里的那些老烟狗臭嫂？爱吃不吃。不是我怕了，而是我觉得现在跟他废话没有任何意义。这老怪物是个将死之人，朝廷既然把他抓进来，就不可能让他活着出去。那个隐藏在琉璃金身宫背后的庞然大物，也绝对不会允许他泄露秘密。对付这种老狐狸，就得比他更有耐心。也不知道同样都是修炼琉璃金身功，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等我把参与度慢慢刷上去，这老怪物身上所有的秘密、功法，甚至那些见不得光的因果，都会自动落入我的手里。数天时间，失去后续供给力量的阵纹已经逐渐支撑不住了。江梦离很快便能突破那层封印了。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今天事不对，便提前交接了。看样子你快要冲破封印了。看你是怕我解开封印后提前跑了吧？这几日来我也没有闲着，一直在努力寻求冲破封印的机会。可那凝聚出的血种太过于惊人，我估算了一算，自己恢复到全胜状态也几乎解除不了那道限制。也就是说，现在的生杀大权其实还在对面手中。索性不思考这些，而是放到了解除封印后的自由身上。等老娘我恢复完实力，最起码也要让这小子知道什么叫做……
镇魔司司手亲自布下的锁龙阵，就这么被他轻描淡写的破了。本来最少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解开的封印，眼下一个呼吸间就消失不见。这个男人既然能如此轻易的解开封印，那他之前面对我的试探挑衅，甚至故意撩拨时，为什么一直无动于衷？不是他木讷，而是他根本没把我那些手段当回事。你到底是什么人？天牢狱卒刚才顺手帮他解开封印，一方面是看阵纹快碎了，另一方面也是想试试自己对这种高级封印的干预能力。结果发现帮囚犯解封似乎并没有引来什么反噬。金手指的判定机制比我想象的还要宽泛。一个能随手破掉锁龙阵的狱卒，以你的本事，天下大可去得。为什么要留在这暗无天日的天牢里当个差役？外面有天牢安全吗？大魏龙脉已经衰竭，气数将尽。这刘奏王朝就是一艘正沉的破船的时候，难道还能独善其身？我对谁当皇帝没兴趣，我只是个普通人，能吃饱穿暖，平平安安活到老就行了。造反这种掉脑袋的活儿，你还是找别人吧。两人之间的道根本不同，一个盯着天下大事，一个只想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走吧。去哪儿？带你出去透透气。这2天京城戒严松了点，只要不惹事儿，没人会查。久违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这才是活人该待的地方。给他挑2身衣服，要寻常人家的款式，别太招摇。客官您可就找对人了，我们这里可专门是做这个。还行，看着像个良家女子了。客官可不是嘛，您夫人穿什么都好看。我现在虽然身份变换，但那是骨子里透出的金贵气，根本不是寻常人家能有的。也不怪对面掌柜能认错。结账。客官，您夫人是我经营这么久来最好看的了。是你。苏清河，盛海才女，文心堂年轻一辈中的大师姐，才华惊人。没有想到只是随意在京城闲逛，居然就碰上了她，而且好像还认出了自己。姑娘，认错人了。我不会认错。我修儒道，养浩然之气，感知远超常人。寻常武夫身上都是悍勇嗜血之气，而那天遇到人身上那气息则极为独特。他身上有一股异常熟悉的感觉，更是在我心中占了浓墨的一笔。所以再次相遇，仅仅是擦肩而过，我便认出了此人的身份。这是什么狗鼻子吗？修儒道的文人居然能光凭气息就锁定我，还是说眼前这女子不一般？我不想惹麻烦，在这风云变幻的京城，和文心堂的得意门生扯上关系，等于主动往漩涡里跳。但对方既然如此笃定，再否认反而显得心虚。公子，这处地方不适合交谈，不如换个地方。看不清脸，但绝不是寻常女子。那身段，那站姿，也绝对不是一般女子。儒家的修士，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这红莲魔女好似对这些修儒道的修士态度都不是很好，就连当初我刚修炼心法后，也被她察觉到了不对，更别说苏清河了。身上的浩然之气，恐怕是我的数百倍。
小姐，当心！五岳山劫杀事件后，文心堂发现很多护卫竟然是内鬼，才导致了信息泄露。于是便花重金从边关退下来的百战老东中招募了这批精锐，由他担任护卫头领。所以整个护卫团队可以说是大清洗了一遍，也自然不认识眼前之人是谁。阁下是什么人？最近京城局势紧张，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苏清河身份特殊，不仅是苏家的大小姐，更深得文心堂大儒的看重。我绝不允许任何来历不明的人靠近，尤其是眼前这个男人，出现的太巧了。一个7品武者，底子打得很扎实，是个见过血的硬茬，但也仅此而已。刘忠，退下！谁允许你对公子无礼的？小姐，此人来历不明，突然出现在这里，只怕包藏祸心。属下职责所在，必须弄清楚他的底细，以免重蹈五岳山的覆辙。我说了，退下！属下知罪。手下人不懂规矩，常年在外厮杀，粗鄙惯了，冲撞了公子，清河待他向您赔个不是，还望海涵。无妨，我根本没把一个护卫的敌意放在心上，更何况对方本就是尽职尽责而已。公子今日既然在京城，不知可否赏脸，让清河做个东？好，我知道一个茶楼，那地方清静，我们去那里说。比起五岳山那日气势可怖的神秘人，眼前的男子显得过于普通了些。不过身上那副气质，倒是能看出来，绝对远超常人。苏小姐，您可是有些日子没来小店坐坐了。孙老，最近家里事多，脱不开身。苏小姐，这是忙正令。多亏了小老儿这间平日里破来茶楼，在这寸土寸金、鱼龙混杂的地界，哪儿还撑得下去？您慢用，这茶是刚倒的新茶，有事随时叫我。普通的粗茶，但炒制的手法很地道，火候掌握得极好。入喉虽然有些苦涩，但回甘悠长。还没请教恩公尊姓大名？陈然。陈公子，其实那日五岳山一别，清河心中一直有个疑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公子修炼的究竟是哪一脉的儒家功法？那日公子虽然出手狠辣，但气息爆发的瞬间却中正平和、纯正浩大，否则清河绝不可能对那股气息记忆犹新。我自幼熟读圣贤书，修养浩然正气，对同源的气息最为敏感。在这位被称为圣海才女的文心堂得意弟子面前，藏着掖着，反而落了下场。浩然静心诀。公子也修浩然静心诀，怪不得自己对其气息那么敏感。同修一脉，这在儒门中便算是同源而出的同门之意了。我在天牢里得来的功法，自然不可能跟苏家有什么现实中的传承关系，但这功法的出处，我却是再清楚不过。苏远山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们苏家曾经极厉害的一位长辈，官办御史中丞，曾是朝堂上一言九鼎的人物。只是后来家里逢了大变，长辈们只说他失踪了，从此族谱除名，再没人敢提他的名字。我辈小万辈也只在旧书札的夹缝里偶然见过这3个字。我已经确定苏清河和天牢丙字号那位老御史确实是同族，而那位老御史当年入狱的原因似乎比我最初设想的还要深邃恐怖。最近京城似乎不太平，到处都在传有什么能让人一步登天的绝世神功出世。陈公子也听说了，不过是些市井流言罢了，当不得真。哦，此话怎讲？若是真有那种能让人直接破境一步登天的神功，早就被朝廷摩斯为首辱囊中了。
我们只是帮助朝廷破译而已，算不上什么关键人物。老东西，不长眼是吧？大爷的衣服你也敢泼水？天王，这便是妖族天赋神通的恐怖之处。光是这一手段就能堪比顶尖武学，而这也只是一个辅助天赋而已，更不用说那些大妖的神通了。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做到时时刻刻开着天王，那样的消耗就太大了。许爷，您消消气，小老儿真不是故意的，是您刚才进门太急，撞翻了茶盘。放你娘的屁！老东西还敢顶嘴！大爷，我今天就是来收保护费的。少废话，这个月的利钱10两银子，一个子儿都不能少。10两？许爷，你上个月才收过5两，怎么这个月就涨到10两了？小老儿这破茶楼，一个月也赚不到10两银子啊！叶子头，上来打一架！我们帮兄弟天天不干，老实着巡逻，保护你们这些街坊邻居的平安，多收点辛苦费怎么了？没钱就拿着茶楼抵债。天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如此强取豪夺，还有没有王法了？九平，是这人不？就是这人，这便是他们此行来的目标。哟，这破茶楼里竟然还藏着这么个天仙似的美人。小娘子，你是这老东西的什么人？怎么想替他出头？孙老的钱我替他出了10两银子是吧？拿了钱马上滚！我不想把事情闹，这里是京城，鱼龙混杂，若是真动起手来，孙老这茶楼以后怕是永无宁日了。破残消灾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嘿嘿，小娘子，你听错了，刚才那是对孙老头的价。既然你这位大美人愿意替他出头，那这价钱可就得变了，50两。你们这是坐地起价，加勒索！怎么要走？要是拿不出来，你陪大爷我玩1天，这笔账大爷我就替你免了，怎么样？放肆！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可是飞熊帮的人，你敢动我们一根汗毛，飞熊帮绝对不会放过你们。飞熊帮算个什么东西？刘忠，住手！现在正是小姐文心堂内部晋升的特殊时期，流传出当代文心堂的大师姐随意动手的消息，可就糟了。哈，还带了护卫呀？怎么不敢动手？不敢动手就乖乖给钱，没钱就乖乖跟大爷走。许爷，你消消气儿，钱我给，这是小老儿全部的家当了，都给您，求您高抬贵手，别为难这位小姐，她是好人啊！滚开，这点破钱打发叫花子呢？大爷，我今天不仅要钱，还要人。今天真他娘的是走了堂皇运了。没想到这破地方竟然还藏着2个极品，那个戴面纱小娘皮也给大爷我过来，让大爷我好好瞧瞧。大爷我今晚就让你们姐妹俩一起伺候。听说你们是飞虎帮的人。哪儿来的黄口小儿，敢管你许爷爷的闲事？飞熊帮的大名你都没听过？在京城外城这片地界混了这么久，什么人没见过？这里地处京城外界也不繁华，别说是权贵了，就连商家都很少了。这里只有一些做小生意的平民们。哪里来的公子哥？看你穿的人模狗样，家里应该不差钱。既然你想替这小娘庙出头，冲英雄救美的好汉，那就连他的份一起交了。100两雪花银，少1个子儿。大爷，我今天要砸了这茶楼，还要把你身后那个小娘子一起押走抵债。等会儿要是拿不出银子，就把他的腿打断，扔到城外的乱葬岗喂野狗。我是何人？红莲魔教的圣女，何等受过如此调侃？如果放在平日，对面现在早就是一具尸体了。算了，若是出手，京城恐怕就待不下去。这小子肯定也隐瞒不了了。飞熊帮的记忆，从开始修炼到现在，我不说对这京城内部有多了解，但大大小小帮派也都听闻过。这飞熊帮也是其中之一，盘踞在城南一角，并不是一个很强的势力，要不然也不可能窝置于这京城的外围，连核心地带都没有进入。你也不打听打听，城南这一边平日里是受谁罩着的？银子我确实没有，不过倒是有几件礼物可以送给你们。礼物？什么礼物？如果对面能赔偿珍贵的首饰之类，也完全值回价格。随手一拍桌子，几只普通的茶盏就能凌空飞起，洞穿人手。这种手段
此人绝对是一名入了品的武者。我连对方是怎么出手的都没看清，自己的一只手就废了。各位，不知道这份礼物可还行？你敢伤我们？小子，你摊上大事了，你死定了！哦，是吗？你是在威胁我？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我警告你，这里是京城，天子脚下，杀人是要偿命的。你要是敢乱来，六扇门的官爷绝对不会放过你。猎魂帮的地痞流氓打不过了，竟然搬出朝廷的律法来当挡箭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何人敢在京城闹事？他叫萧文若，在这京城外城当了10几年差，隶属于六扇门麾下的巡城司，也算是捕快之一，负责看管外城的安全。萧部长，你可算来了！萧部长，有人当街行凶，你看看，把我这手给废的，这简直是不把大魏律法放在眼里，不把巡城司的各位官爷放在眼里。飞熊帮趁这趟一片地界横行霸道，收保护费、欺男霸女的事没少干。麻烦了，这年轻人若不是非富即贵，那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极为自信。他们这些刚入品的武者，真要打起来，恐怕会先失了性命。但没办法，人家背后有靠山。逢年过节，飞熊帮给巡城司衙门送的孝敬银子也从来没断过。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平时碰到许奎惹事，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天这情况不用问也知道，肯定又是许奎这帮人在这敲诈勒索，结果踢到了铁板。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魏朝廷对民间武者管仲极严，平民武夫胆敢在天子脚下重伤他人，一旦被官府拿住，轻则关入牢房，重则直接打入死牢。巡城司的这帮人平时跟那些帮派分子本就沆瀣一气，现在许奎恶人先告状，局面简直糟糕透顶。陈公子也是为了护我才出手的，我绝不能看着对方被巡城司带走。这次恐怕得亮出自己文心堂的身份，先把人抱下来再说。大不了回去被老师责骂一顿，花些银盐去京兆营衙门上下打点一番。这是什么情况？莫不是怕牵连于我？他以为我是怕他开口，引得最近文心堂风气更加不好，却不知我只是不愿暴露两人之间的关系而已。你刚才不是挺能打的吗？会打有什么用？在京城讲的是势力，是背景。小捕头，快把他抓回大牢！目光短浅，也不知道是怎么活到现在的。本来轮休出来喝个茶，非要遇到这种扫兴的事。这位兄弟，如果你没有合适的理由，恐怕得跟我走一趟衙门了。飞熊帮好大的官威，蜷缩于外城之间，竟然颠倒黑白。这句话可有些不对劲了。沈摩斯，这3个字在外城代表着什么？别说是飞熊帮的一个堂主，就算是他们帮主亲至，这些都跪着不配。卑职巡城司捕头萧文若，不知大人在此办案，惊扰了大人，还请大人恕罪。萧捕头，你这是干什么？他当街行凶，你闭嘴！瞎了你的狗眼！连镇摩司的大人你也敢冲撞？你是有几个脑袋够砍的？飞熊帮，去他娘的飞熊帮！今天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这王八蛋！来人，把这群冲撞大人寻衅滋事的地痞全部拿下，带上众家，直接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镇摩司的成员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按大魏律法，关入天牢吧。卑职遵命。大人放心，这等不开眼的宵小，卑职定当严加看管。退下吧。卑职告退。镇摩司，那竟然是镇摩司的大人！我的亲娘呀，难怪下手这么狠。刚才许奎还敢骂他，能保住一条命被抓进大牢，都算是祖上积德了。镇摩司的成员怎么会出现在外城啊？他竟然是镇摩司的人。在我的印象里，镇摩司的官员大多是些满身煞气、权柄滔天的恐怖衙门，与眼前这个清俊出鼻、气度从容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这强烈的反差让我心头巨震。四品武夫又如何？
在镇魔司面前，七品连个屁都不是。人家只要一句话，就能给自己扣上一顶勾结妖魔的帽子。大人，先前在下眼拙，多有冒犯，还望大人海涵。我向来不在意这种无关紧要的嫌弃。作为红莲魔教的圣女，见惯了江湖险恶和人心叵测，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优柔寡断、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这个狱卒似乎也没有那么坏吗？事情结了，我该走了。今日多谢陈公子仗义出手，清河明道在心。总算能回去了。外头这世道真是乌烟瘴气，喝个茶都能出现这种事情。走了。小姐，我们要不要动用文心堂的暗线去查查他的底细？不必了。可是小姐，他现在的状态显然很满意那种无人打扰的生活。文心堂内部局错综复杂，老一辈为了权势争斗不休，外部势力更是虎视眈眈。现在过得很好，没必要因为我平白沾上这些是非，贸然去查一个镇魔司成员的地细，只会打草惊蛇，把他惹火了扯进浑水里，得不偿失。小姐说的是，不过你许奎这种地头蛇竟敢当街闹事，未必没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往后出行得多调派几名信得过的好手护卫。今日之事也未必是一场意外。陈哥，今儿不是你轮休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出去喝茶，碰见条疯狗扰了兴致，顺手抓进来了。许奎，好像是飞熊帮战堂的那个人。陈哥，这人我好像听到过。镇魔司的人送进来的。怎么，飞熊帮打算来天牢劫狱？那确实也不敢。纵使给这些帮派10个胆子，也不敢直接劫狱。放老子出去！等我大哥来了，把这破牢房给平了！周围路过的狱卒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全当是听狗叫。是你？谁能想到，居然会在牢中遇到此人？好弱的囚犯，许奎可以说是我观察到现在为止最弱的一个囚犯。别说是境界了，就连修炼的功法都没有，就纯纯只是一个仗着体格子壮的普通人。我原本以为只是个欺软怕硬的街头地痞，可犯下的罪孽却是如此深重。看来所犯的事情不小啊！大人，小人瞎了狗眼，求大人高抬贵手，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大人，银子，小人有银子，只是300两，全交给大人，只求你给条活路。出去之后，小人必有重谢。300两，钱财对于我现在而言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而这种贿赂，我自然也不可能接受。你别欺人太甚！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是镇魔司的人就可以随便抓人。我亲哥是许山，飞熊帮战堂堂主，手底下有上百号兄弟。你要是敢在牢里动我一根石头，我哥绝对不会放过你。我哥若来了，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这道声音在天牢算是不寻常了，因为此刻已经到了深夜。大多情况下，天牢内部是不会再进人的。这又是哪个倒霉蛋被抓了？不知道，看情况他伤得很重啊。在丁字号牢房，所关押的人大多犯事都没有那么深，能以重伤之躯进入牢房的囚徒倒是少得很。陈哥，刚送来的犯人，听押送来的捕头兄弟们说是跟您有关，您看关哪间合适？跟我有关？经脉寸断，武功废除，看来是被人给专门整废了。就这件吧，刚好里面有个飞熊帮的，凑个伴儿，省得他一个人叫唤的心烦。得嘞。飞熊帮战堂的志士进府。大哥，你醒醒！我是小葵啊，大哥，你看看我！你干的！你居然敢动我大哥！你个小小的狱卒，飞熊帮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要剥了你的皮！放肆！你看，你哥这不就来陪你了？你还指望你们那个帮主啊？这人就是你们飞熊帮帮主亲自打飞了送过来的，好大的胆子，连镇魔司的大人都敢惹！
你们那个帮主倒是个聪明人，怕牵连帮派，当着6扇门捕头的面，亲手把许山的4肢打断。要不是镇摩斯懒得理会你们这些臭鱼烂虾，这会儿飞熊帮连个活口都剩不下。帮主亲自打飞的，送来赔罪，对方根本不用亲自动手，单单镇摩斯这3个字的消息，就压得整个飞熊帮低头认命。我那引以为傲的靠山，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好好看管，多盯着点儿，别让他们死在牢里。陈哥放心，绝对让他们想死都死不了。陈兄弟，好巧。李校尉，找我有事？没什么大事，就是刚听底下的兄弟说，你今天在外面碰上了点麻烦。消息传得倒快，许奎在这总监来不到1个时辰，耳朵很灵。哦，哪个帮派？飞熊帮。那个许奎是吧？我看了入牢登记，这人什么来路？犯了什么事儿？许奎在南城仗着飞熊帮的势力强收保护费，纵经1个的8品武者，甚至平日里护短到了极点。今天在茶楼碰上了，他不长眼，带人闹事，巡城司的捕快当场就把人拿了。纵火，逼死人命，这种货色还能在京城活蹦乱闯到现在？外城的6扇门是吃干饭的不成？我清楚，李长风这样义愤填膺的表演成分居多，但也不全是假的。这位新镇校尉是个极其圆滑的人，做事讲究一个师出有名，真要动手也得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办事松散，谁也不得罪。很多鱼觉得他比王校尉好太多了。这事儿好办，许奎兄弟2人罪证确凿，按大魏律法论处，纵火伤人、强抢民女，直接报上去，走死刑快审。李长风这番操作，说白了就是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许奎这种货色，杀了也就杀了，对天牢而言连根毛都不算，这份人情不送白不送。那就多谢李校尉了。哎，校尉就生分了，我年纪比你大些，你叫我峰哥就行。我之前知道赵无极欣赏陈然，直接将他任命正式成员。赵百户是什么人？镇摩司的实权人物，狠辣精明，能入他眼的后辈凤毛麟角。最近我也调查了几下，发现此人心境稳重，修炼速度也不慢，怪不得能让赵无极也看中。既然赵无极看好陈然，那提前跟陈然打好关系，那就很有必要了。那就劳烦峰哥了。跟我还客气什么？改天有空我请你去碧水阁放松放松，天牢里闷得慌，总得找点乐子不是？好。陈老弟啊，我听镇摩司最近好像派了不少人出去，应该过段日子天牢内会热闹不少。派人出去干什么？我跟你说啊，他们是用不了多少天就回来，你值班时可小心点。雷锋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提醒自己，这几日加强警惕，小心被妖兽袭击。毕竟内勤部大多的伤亡来源就来自于所关押的囚犯。多谢峰哥提醒，我会多加注意。你别告诉外人啊。哎，这小子倒是奇怪，怎么感觉听到妖兽后反而更兴奋呢？既然镇摩司去猎妖，岂不过段时间就能再次遇到妖兽了？光是从其身上获得的天网效果，就堪比顶尖武学。如果能再叠加上别的天赋，岂不是更加恐怖？随着我关押的犯人越来越多，这镇域天书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是错觉吗？总感觉有些不同。那种被温热内气冲往的感觉，就像干裂已久的河床迎来了一场暴雨，酣畅淋漓。就算只是普通人修炼1年的功力，但足足10年的功力一起叠加，效果也远超常人。5品中期到了5品之后，每1年功力带来的提升，远不如低境界时来的明显。武道天堑，绝大多数普通武者终其一生都卡在7品，连6品的边儿都摸不到。看来普通人的功力到现在这个境界，确实已经有些不够看了。本来突破到4品应该在几个月内，可现阶段恐怕得小半年了。陈爷，您可算来了。有屁快放！昨晚李校尉提审了那个叫许奎的犯人，听说动了大刑，结果那小子没扛住，吐出了一桩大隐情。许奎，那个昨天在茶楼被我随手送进来的飞熊帮泼皮案件，李长风顺水推舟做个人情，给办成了死罪。怎么这背后还有别的猫腻？什么隐情？那许奎说，他昨天去茶楼闹事，根本不是巧合，是有人花了大价钱，指使他专门去针对苏家那位大小姐的。带我过去。
陈哥，陈哥，您来了。谁派你去的？是个男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前天夜里他突然找到我。特征：很年轻，气质很好，不像是外城的人，出手极大方，一开口就是500两银子，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去败坏那个苏家大小姐的名声。500两，就为了让几个泼皮去茶楼闹事，这价码开得太离谱了。而且针对的是苏清河，苏清河修的是儒道，又是盛海才女，诗词流传极广，文心堂更是京城读书人眼中的圣地。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恶心人，目的何在？他还说了什么？没了，真没了。他只是说，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如果能惹出镇魔司或者6扇门的人，就更好了。惹出镇魔司？那天的茶楼冲突看似是突发事件，实则是个精心布置。如果那天我不在场，以许奎这帮泼皮的行事风格，必然会惹出大乱子。到时候经受色损是小事，文心德恐怕都会被卷入一场舆论风暴之中。那个幕后之人，或者说是在下盘大棋。画押，人看好，别让他死了。明白。这个局越来越扑朔迷离了。我虽然人在天牢，但如果京城乱了，恐怕天牢也不会安稳。看来得找个机会把这事告诉苏清寒他了。真没看出来，平时装的那么清高。就是什么盛海才女，说到底还不是个娘们儿。这画像画的真清楚，看那男人的背影，也不知道是哪家公子。文心堂大师姐深夜幽会神秘男子，盛海才女堕入爱海。那背影虽然没有穿镇魔司的制服，但那身锦衣正是我前几天出城时穿的那套。而且当晚双须开的捕快以及天牢里都知道我那晚就在那条街上，怪不得今天早上赵黑子看我的眼神那么怪，这是专门的算计。刘爷把这消息脏水泼到了我身上，或许是为了污蔑苏清河人设，也可能是想打压出来文心堂。可是只要发出来，这些普通百姓们可不会在意真假。哎，我昨天好像还看见了，我见到6扇门捕头都对他极为恭敬，估计是大公子。说什么才女，还不是最后投身于权贵了？就他还是文心堂的大师姐呢，真是糟蹋名声。可不呢，后面都将他身份给传得天花乱坠，就差说成大魏皇子了。既然你想玩，那最好祈求自己能藏好了，别让我逮住了。陈兄弟，上面公文下来了，椅子号那个李洛，今天午时3刻行刑。李洛，修炼曾在顶尖横练功法琉璃金身局的前朝廷隐秘组织成员。这人极度危险吧？小心点，别靠太近。明白。陈老弟啊，今早之事我已经叮嘱过手下不要乱讲，等这阵风头过了，应该就好了。李长风所说之事，自然是那则传闻消息，明眼人都能看出，我只是被无意卷入漩涡的一员。毕竟二人身份天差地别，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没有想到这位李校尉居然这么贴心，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但确实帮助我延缓消息了。多谢峰哥帮忙。这哪里算帮忙？等风头过了，哥哥我带你去碧水阁点最漂亮的花魁，好好放松一下。空气仿佛变得粘稠，低沉的煞气弥漫声逐渐增强。上路饭，吃吧。嘿嘿嘿，断头饭，小子，你知道我等这顿饭等了多久吗？第2计，完。琉璃金身将息，朝廷秘辛欲吐。午时3刻，刑斩开始。第3计，敬请期待。